铁血战士弗朗西斯·纳甘诺的拳到底有多重？前段时间发视频说堪比小型汽车全力冲刺撞向你，或者是一个普通成年人拿一个10公斤的大锤全力砸向你的力度。大家好像对这种力量没啥概念，也对普通人好像也没机会承受这两种力量。今天给大家讲一下纳甘诺的重拳到底是属于哪种层次。八角笼内的重炮手一般可以分为3类：力量型重炮手、精准型重炮手，还有精准和力量都兼备的重炮手。力量型重炮手代表人物就是贾斯汀·盖奇。盖奇这小子拳重的离谱，天佑说盖奇的拳比托普利亚重多了，小英说他吃过最重的拳就是来自于盖奇的拳，堪比大卡车。但是盖奇这2个人一个都没赢，被这俩军训了。原因就是盖奇的拳虽然重，但是他打不透人，就是重拳抡到别人的下巴上，顶多给人击倒，也 KO 不了别人。原因就是技术太差了，别人都能意识到这个拳来了，打不出那种冷招，很难做到出其不备的效果，有点像那个贝贝拳啊。这种力量95，穿透效果可能也就70。康纳属于精准技术型，拳不算特别重，但打得准。康纳有句话说的非常对，时机战胜速度，精准战胜力量。康纳抓机会的能力非常强，几乎每一拳都是冷拳，别人都意料不到，而且打的也是非常准，就算力量不大，有那个迎击的状态，就能足以把别人 KO 了。就像康纳 KO 国王，还有康纳 KO 阿瓦，都是这种形式。康纳这种是属于力量85，穿透得有83左右。托普利亚是属于第3种技术流重炮手，这种算是新时代的代表，也算是表现最炸裂的。每次托普利亚 KO 人都是摧枯拉朽的，躺在地上根本就起不来。你像大地、天佑还有拉哥躺在地上躺了半天都没缓过来，这种算是新时代的代表，也是未来战力的主流形式。托普利亚这种是属于力量93，然后穿透88。而今天我们的主人公铁血战士纳甘诺，他的重拳我认为不属于这3种的一种。纳甘诺的重拳我评价为怪力乱神，就感觉不是人类的力量。举个例子，如果一个人拿10牛的力打你，他可能还讲落点，讲穿透，讲打击效果啥的，但是一个人拿10万牛的力打你，那还讲啥？那打上就杆。纳甘诺基本上就处于这种，他力量太大了，基本上就突破上限了，所以说讲穿透没用了。如果说重量级的拳上限是100的话，我感觉纳甘诺的拳大概率有120了，这个就没必要讲穿透了。只要你技术不是特别好，那个身法能卸那么大的力，基本上啊那粘上就死。就纳甘诺那种打法，那么糙的技术，八角笼里除了他谁敢用啊？你就看这个纯抡王八拳，直接给抡死了，全是树枝，一点技术都没有，就蹭到别人就死，就重到这个地步了，就已经。还有打剃刀，这个隔着剃刀的报价直接给剃刀镶地板上了，这个基本就没啥穿透了吧，纯劲儿大，直接给镶地板上。所以说纳甘诺的重炮本身就不讲道理，在重量级这么个重炮如云的地方，也就把重炮手的高度拉高一个档次。但是兄弟们，在这么个高手如云的地方，仅靠重炮那是完全不够看的。与火警的一番战就是太相信自己的重炮，被训了5个回合。与盖恩那场战斗，要不是学了点摔跤，化身为地铁，可能真就栽在盖恩这个战地天才身法大师手上了。所以说兄弟们，重拳固然好，但还是要打磨技术。至于说老铁被那个约书亚 KO， 这个很正常，隔行如隔山，两人在拳击擂台技术差太多了，进了笼子那个约书亚也不行。OK 兄弟们，本期到这儿吧，我们下期再见。